問問題，你敢答嗎？連美国地產之王兼职美国总統都觉得这票貴得喪盡天良，特朗普都不看的世界杯，你們還看嗎？月薪2800的你，敢花6800買一張小組賽門票嗎？你辛苦打工1年，能掙夠一張決賽的門票錢？連特朗普都嫌貴的比賽，你湊這個熱鬧，是家裡有礦還是腦子有坑？難道真的要賣房看球嗎？這屆世界杯啊，堪稱史上最離譜天價韭菜杯，沒有之一。各位兜裡比臉還乾淨，但心懷天下的精神富翁們，今天啊，咱們不聊那些堅船利炮，咱們聊一聊比核武器還讓人心驚肉跳的東西。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門票價就在这2天，特大爺特朗普发话。老特這輩子啊，自詡什麼都見過，黃金馬桶、私人飛機、白宮的草坪。結果呢，點開世界杯票價網頁一看，愣住了。他老人家直接對着媒體吐槽：“我確實想去，但花$1000看場美國對巴拉圭的小組賽，老子不幹。”連美國地產之王兼職美國總統都覺得這票貴得喪盡天良。咱們今天啊，就得深挖一下，這哪裡是在踢球，這分明是在割全球韭菜的腰子。我是百方大繞，歡迎來到老友記。這屆世界杯啊，堪稱史上最離譜天價韭菜杯，沒有之一。咱們先看價格對比啊，一目了然。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決賽最貴門票$1607。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決賽官方最高票價$6370，直接漲了近4倍。轉售平台更猛，直接幹到$230萬，漲了1400多倍。小組賽更離譜。美國隊揭幕戰門票最低$560，最高$2735，折合人民幣3800到1.8萬。一場普通小組賽票價呀，頂得上普通人1個月的工資，甚至半年積蓄。國際足聯還玩起了動態定價，門票價格隨比賽熱度實時漲，越熱門越貴，美其名曰市場機制，說白了就是明搶。特朗普為啥不看？不是沒錢，是覺得不值。$1000看一場小組賽，在他眼裡就是智商稅。他甚至吐槽啊，如果紐約皇後區布魯克林支持我的人都買不起票，我會很失望。連特朗普都看不下去的價格，你覺得普通球迷能承受嗎？歐洲球迷協會直接把國際足聯告上歐盟委員會，指控票價過高，剝削球迷。全球球迷怒罵，世界杯已經從全民狂歡變成富人遊戲。世界杯門票漲價，漲的不是價值，是收割普通人的野心。國際足聯吃準了球迷4年一度圓夢現場的情懷，把情懷當韭菜割，把熱愛當商品賣。這波操作比黃牛還狠。家人們，咱普通人看世界杯到底難在哪？3大痛點，刀刀見血。看完你絕對感同身受。痛點1，門票貴到離譜，掏空錢包也不夠。咱們算筆賬，普通人去現場看一場世界杯要花多少錢？門票小組賽最低$560，$3800人民幣；決賽最低$4185，換算下來29500人民幣。機票中國飛美國往返至少8000塊，住宿美國主辦城市普通酒店1晚2000塊起，住5天1萬塊，吃喝交通5天至少5000塊，合計最低2萬5。看一場小組賽，看決賽直接幹到5萬以上，5萬塊，同志們，在3、4線城市都能付一套房的首付，能讓孩子上1年頂級私立學校，能給父母交1年社保，就為了看90分鐘的比賽，值嗎？大學有云，貨備而入者，亦備而出，意思是不合常理得來的錢，也會不合常理的花出去。國際足聯靠天價門票收割球迷，看似掙得盆滿缽滿，實則違背取之有度的天道，遲早會反噬自身。痛點2，黃牛壟斷門票，普通人根本就搶不到。國際足聯說已售出500萬張門票，但球迷為啥買不到呢？因為門票早就被黃牛像禿鷹一樣搶走。國際足聯操作更騷，官方轉售平台非法 Marketplace 允許門價高價轉售，還雙向收割手續費，買方賣方各收15%。一張$230萬門票，國際足聯光手續費就能掙69萬美金，折合人民幣470萬。英凡蒂諾還洗地，天價門票反映強勁需求，沒人真會花200萬買，他還會送人家熱狗跟可樂。好家伙，這哪是熱狗，這分明是哮天犬的肉加上瑶池的甘露。
這種定價邏輯啊，活脫脫就是韓非子里重刑輕賞。非法這是把全世界球迷啊當成待宰的羔羊，還是那種自帶干粮、主動伸脖子的极品羔羊。孟子曰：“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”國際足聯為了掙錢，無視球迷權益，縱容黃牛壟斷，這叫取之無道。無道之財，終究不長久。痛點3：世界杯啊變味兒，從熱愛淪為了炫耀資本。以前看世界杯啊，圖的是足球的純粹，賽場的激情，跟朋友一起熬夜的快樂。現在的世界杯啊，變成了富人的社交场，網紅的打卡地。能去現场的不是富豪就是網紅，普通人只能隔着屏幕看直播，還得忍受天價门票的暴擊。足球本是平民的運動，是天下第一運动，如今呢卻被金錢異化，變成了富人專屬的奢侈品。道德經說：“大道至簡。”足球的本質啊是簡單的熱愛，純粹的快樂，不是昂貴的门票、奢侈的炫耀。當足球被金錢綁架，就失去了原本的意義。這3大痛點字字誅心。總結一句話：2026世界杯不是給普通人辦的，是給富人辦的撒幣狂歡節。你敢撒幣嗎？家人們，別以為國際足聯漲價是因為成本高、賽事好，背後藏着4個薅羊毛的核心貓膩兒，每一個都細思极恐。第一個猫膩美國主辦，資本主理，趁機漫天要價，宰你！2026世界杯由美國、加拿大、墨西哥聯合主辦。美國是主導国，美国的商業邏輯是啥？一切向 dollar 看，資本說了算。美國法律允許門票高價轉售，國際足聯直接借坡下驢，放開價格限制，默許黄牛炒票，就是為了最大化掙錢。美國的娛樂產業全球最貴，演唱會、體育賽事票價高得離譜。世界杯到了美国，自然入鄉隨俗，變成天價盛宴。史記有云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；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。國際足聯跟美國資本本質都是逐利的，抓住世界杯的稀缺性，瘋狂收割球迷，這就是資本的貪婪本性。貓膩2 48隊擴軍，104場比賽，靠漲價攤薄成本。2026年世界杯首次擴軍到48支球隊，比賽從64場增加到104場，賽事周期呢從30天延長到40天，16個主辦城市，成本大幅增加。國際足聯不想自己承擔成本，就把成本轉嫁給球迷，通過漲價攤薄開支，還美其名曰動態定價、市場調節。說白了就是成本漲了，球迷買單。但問題是擴軍受益的是國際足聯，更多轉播費、贊助費，買單的卻是球迷，這公平嗎？完全不公平。貓膩3飢餓營銷，制造稀缺感，吊球迷的胃口。國際足聯深諳營銷套路，故意控制門票供應量，制造一票難求的假象，激發球迷的搶購慾望。一邊說門票供不應求，收到5億份申請，一邊呢把大量門票留給 VIP 贊助商黄牛，普通球迷能搶到的寥寥無幾。飢餓營銷玩得爐火純青，把球迷的期待值拉滿，然後狠狠收割。孙子兵法說：“兵者詭道也。”國際足聯把兵法用在了收割球迷身上，用飢餓營銷制造稀缺，用天價門票收割財富，這手段高明，但吃相難看。貓膩4轉播權天價，門票跟着漲，層層傳導壓力。國際足聯把世界杯轉播權賣出了天價，給中國的轉播權要價3億美金，是印度的17倍。央視直接拒絕購買，不當冤大頭。轉播商花了天價買版權，自然要提高廣告價格，最終還是轉嫁到消費者身上。而國際足聯為了匹配天價轉播權，也故意抬高門票價格，營銷頂級賽事的假象，形成了轉播權漲價到門票漲價到球迷買單的惡性循環。這4個貓膩環環相扣，核心就是一個：國際足聯跟資本勾結，把世界杯变成了收割全球球迷的印鈔機。特朗普為啥看不慣？因為他也是商人，一眼就看穿了國際足聯的套路，不是市場需求，是人為炒作，不是合理定價，是瘋狂收割的。既然特大爺都不願意当这個冤大頭，咱們普通人該怎麼辦？難道真的要賣房看球嗎？與其花1400萬看22個陌生人搶皮球，不如去村超或者去樓下看大爺們踢球，那種純粹的競技快樂才是足球的靈魂。古人云：大隱隱於市。真正的狂歡不在於你坐的位置多高，而在於你的血有多熱。最後我想說，特大爺這次吐槽雖然帶着點競選的味道，但他確實揭開了一個遮羞布。如果一項運動連他舉辦國的領導人都直呼看不起，連普通選民都被擋在門外，
那這104場比赛，48支球队的宏大叙事，究竟是写给誰看的史詩？因凡蒂諾說要送热狗跟可樂，我覺得他應該送的是一份對足球的尊嚴與尊重。中國有句老話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，球迷就是這水。如果把水抽乾了去鑄金杯，這杯子遲早砸在地板上。所以這世界杯特大也不看，你還看嗎？我是不愛放大招，点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